逛一下曼谷新开的商场 Insphere， 不知道读的对不对哦。这里是曼谷的市中心，有几座 EM 旗下的商场并驾齐驱，大家熟知的 Central World 等等。这次新开的商场楼上还有宜家相伴，从 BTS 出站后步行就能走到。一进商场就喜欢它的装点风格了，丝带很吸睛。美食集中在 G 层和 GM 层。哎呦，这里搞得我有一点恐高，有点吓人。这个商场不错哎，下面都是吃的，我觉得它的布局蛮新颖的。哎，我刚刚这个地上还有点吓人了，不太敢踩。啊，可能是奈雪的茶嘛。对啊对啊。这里奈雪的茶还是泰国首家呢，排队非常厉害。现在侬看呀，伊搿搭就是不造了，还偷工减料了，省成本。工业风，现在流行。上层有很多悬浮的小天桥，可以直接观看到下层的店铺。泰国商场的节日氛围真的非常浓郁，随处可见的圣诞元素。下面像集市一样。准备坐扶梯下楼，扶梯这边的装扮我也好喜欢，色彩夺目。到处都是圣诞树，还有演出，不过没有拍到，因为正巧他们表演完了。来看看这里的美食总览，亚洲美食、西餐、咖啡、甜点，选择非常多样，人气很旺，总体价格都是偏贵一点点的。Insphere 在12月1日准时开业，虽然和几座大商场同时存在于闹市区，但是它很有自己的特色，给人一种不一般的气质，新颖潮流感扑面而来。反正我是很喜欢它的风格，而且美食区很集中，方便就餐选择。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坐 BTS。因为不堵车，而且方便快捷，打车和自驾都非常的折磨人，况且任何时段几乎都不会幸免，所以不要抱有侥幸心理。选择了这家章鱼小丸子，点了一份套餐，是4颗丸子加上鱿鱼须，再加一份饮料。请大家选择 BTS 去市中心哦。BTS 坐到蓬蓬站出来，一直走就能够到了。开车过来的时间能够抵坐 BTS 往返2、3次，甚至3、4次的。别问我怎么知道的。小丸子怎么样？上了，很不深的。哦，它里面的章鱼是蛮大块的。哦，看到。这个什么？抹茶。哟，这个怎么那么苦的啦？上当了。不好。哎，那边有个套餐是4颗章鱼小丸子，加这边饮料，再加1碗面才205，为什么我们这个要295？够贵了。这个贵啊！最好吃的狮头被你吃掉了。咬不下来，有点尴尬。可以，单一张，不要直接上。没有那种门口那种地摊啊，那种火车。铁板鱿鱼。不行，这个章鱼小丸子姜味太浓了，吃不消。你还可以。我可以吃姜。我不能吃姜。总的来说啊，好像没有很好吃。我觉得在日本吃的好吃一点，就一般般了，我觉得。对，然后也没有很便宜啊，这个套餐800起，是吧？200嘛。300块嘞。300铢。295铢嘛。我觉得这根还好。
但是因为它太大了嘛，就反而不容易入味。烤的对呀，我都对，你里面就是味道没进去，因为它实在太大了，没办法的。接着逛逛走走，这里小天桥的布置也很漂亮。虽然我们后面没有买什么，也没有吃什么，但是就是逛起来这边主打一个美丽。这是个汉堡包哎。这家汉堡店和国内价格差不太多，装扮真的很有圣诞仪式感。这家店叫什么？快乐。这一层的餐厅都是一家家正式的餐厅，不像楼下有一种类似于集市的感觉。之前的视频里还吐槽过泰国很少有借充电宝的机器呢，这里就有了。点了一份甜品，看上去有点腻，我不要吃。哟，那巧克力酱啊？这个不是吧？这个它脱水应该太妃吧？太妃酱。啊。啊，多少？这个好腻哦，好吃啊！天哪，它甜了，看上去。这个不甜的，这个酱甜，这个不甜的，你吃看。我们又去商场旁边的公园逛了逛，看上去着实有点像上海的新天地啊。好像个上海的新天地的那个叫什么太平湖是吧？对。然后对面建筑也有点像，对面是翠湖，是吧？这里房价应该没干哈你。果然市中心和市中心它都是有点类似的。还偶遇了民间高手，视角的这位大哥感觉很牛。商场外超大的圣诞树，提前祝大家圣诞快乐！我们下一期再见喽。